他们在干什么？正在前往媒体广播建筑啊。哎，这个建筑它当时我建设的时候，我记得没有什么娱乐值啊，竟然有8个游客。那么我们这层平台现在只靠这8个乘客，还有一辆垃圾车来维护他们繁荣的景象。再来看一下左边啊，这个位置，因为建设这个立交的初衷是为了让这里不堵车啊，但是左边我们其实还没有发展啊。来吧，我们简单的啊，稍微快速一点，比如说从这儿先拉一个围墙，这样把这个围墙呢，我们贴着马路啊，旁边的这个高地呢就可以盖建筑了。现在我们也不用让这个马路去上坡道。想一下，这个断头路该怎么办？哎，这个断头路可以从这儿去拉直线，一条普普通通的道路，这样从这儿拉一条直线，然后这个高低差异有点明显，我们让2条道路去连接的话，可能不是太好看。看一下效果吧。哇，把旁边的这个墙给露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去造景的话，那今天是不行的呀。那这造景的话，我不一定能活到那个时候。我们先把这个节点降下来啊，让它变成一个稍微均匀一点的坡道。至于旁边的围墙，我可以先不去拉伸，等什么时候我不录制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偷偷的去把它给做了。这样拉在这儿，然后呢，这个护岸啊，这个护岸，哎，这个护岸它的高度和上方的土地是一致的，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。然后把它向下靠近这个马路，这样就比较好连接了。再找一下这个直线，应该是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直接来吧。哎，是不是很棒？是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节点啊看一下，尽量也要把它做的稍微均匀一点点。哎，行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大家也看不出来啊。不，这个节点升高。我们这个立交呢，下方有一根柱子，它遮挡了一部分马路，还好这里没有通车啊，通车的话我会被坐牢的。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，有一次在评论区有人说我这样设计就应该去坐牢，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吧？而且2根匝道它们的高度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商场呢，我们在旁边也需要留一部分的土地。按照现在已有的地形呢，我们把这个护栏沿在这儿。为了把这个地方做的稍微立体一点，这个马路旁边的土地就不再移动了。现在已经有商业需求还有住宅需求了，我们可以在上方去发展一些居民区，边缘增加一些小商店。这个天坑怎么填不上了？我去，这出现了灵异事件啊！这里有个什么呀？把它圈一下看一下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个天坑怎么会填不上呢？我们强制一个地面看一下，这个土地能不能随着这个地面去抬高，把它拉在这儿。哎，这样是可以的啊！也就是说，这个天坑旁边呢，我们还必须得用马路把它给连接了。既然旁边的马路这么窄啊，我们把这条马路呢也靠近这个护岸的边缘。再试一下啊，再试一下这个灵异事件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平整了。这个天坑呢，我们直接先放置一个居民区，手动去放置一个，去看一下效果啊。哎，这倒是可以把那个天坑给留住啊！它平白无故就多了一个地下室，就当是赠送的吧。来一点高密度的房子吧。这里不做小区了。商顿住宅区，这些房子现在慢慢已经盖起来了。愉快住宅区，我现在很不愉快。你看这个房子盖起来了，很神奇的是它出现了一个犯罪的行为啊。这个新房子里面为什么会有犯罪行为呢？还好旁边的警车及时赶到啊，我们检查一下它是哪个警察局的。哎，我们身边的这个警察局啊，检查一下，他现在出动的警车24辆。那么等于说我们这个山上呢，现在就算不为这些市民安排工作啊，基本上也不会出现什么犯罪行为。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些商业区，为什么不堵车呢？就是因为这里的房子现在不够密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这儿也可以自定义盖一些房子。比如说继续来住宅区吧，这高速附近我们可以全部安排成住宅区，商业区呢就安排在中间的繁华的地段。
然后3倍的一个速度，让它慢慢盖。等人口差不多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为它安排一些公共交通。目前这些行人呢，他们要不就开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野营车啊，我还以为是一个邮政呢。那么我们这个城市现在人口已经14万了，城市分布的地方也很广啊。假如说他们想去我们的村庄或者去往老城区的话，有点远，那么我们可以在附近呢为他们安排一个邮局，让这个邮局呢为他们起到一个交流的作用。想一下把这个邮局盖在哪儿？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邮局了，都差点忘了在哪个分类里面了。然后邮局的选项里面有一个邮政局，还有一个邮政分拣设施。这个建筑我记得挺大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稍微不繁华的地方，让那些市民寄信的话，是吧？来到这个区域，想一下啊，这个格子里面我们也不造景，把它放在这儿以后，哎，试一下啊，我去放不下来。把它放在这儿以后，我们这个警局和旁边的这个居民区，他们的电会连接在一起的。先放了一个邮局分拣设施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营业的邮政局。哎，这个建筑挺小，上方好像没有什么空地了，就直接先暂时放在这儿吧。哎，放在路口，这样才像嘛，是吧？看一下啊，这个邮局好像看起来确实不是太大。哎，可以跟踪一下。我去，大哥，这个技术可以。把游戏先恢复到1倍的速度啊！它拐弯的时候是不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飘啊？负载量72%。哎，不对呀，它的负载量怎么不断的在减少？正在投递邮件，大哥，我刚放置的邮政局，从哪儿过来的邮件啊？这点我不是太理解啊，还好我是张姐，我们把这个邮政的车辆帮他们选择一下。交通线路枢纽好像选不了，它是随机的。我订阅的一些小3轮好像也不是太多。这个邮局我记得是它可以增加我们附近的这个幸福度。这里又有犯罪行为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去检查一下啊，对面的这个工业区是吧？我记得是可以帮他们解决很多工作的，毕竟这个山上现在居民区才有几百位，木材厂倒是已经4级了，它可以解决600多位工人的需求。它升到第5级的话，需要650位工人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需要在旁边继续为他们增加一些建筑啊。继续打开工业区啊，找到这个林业。之前我不是觉得这个树木种植园有点太小了吗？我们可以在旁边的这个空隙里面呢，做到一个填空啊。这个小型的种植园呢，可以解决10位市民的工作。中型的20位，刚才加的这个好像需要水源，田地13位，差不多啊。等这个工业区的工人长满了以后啊，然后我们这个牧业呢会升到5级。鉴于他们现在需要很大的业务量，旁边不是有一条铁路吗？有同学说建议啊，我们在这个河的对面去建立一个货运火车站，但是这些车辆他们可能跑得有点太远。我们旁边既然直接有铁轨的话，可以直接把一个小型的货运火车站放在这儿。找一下这个火车啊，货运火车站。我发现当时建造的时候，这个马路离火车道太近了，现在有点放不了。哎，我这不对，怎么能说放不了呢？我们可以拆呀。这个火车轨道呢，先删除4个小节。哎，左边的、右边的也删了吧。然后货运火车站，看一下有没有更小一点的。OK， 这个地方不造景啊。这个火车站的另外一边呢，正好在工业区内啊，这个车辆他们就不用再去我们的山上去绕了。至于右边的铁轨啊，把这个节点稍微向下拉伸一点点，连得均匀一点点啊。左边的节点这样，右边呢这样 OK。 但是总感觉哪里有点怪怪的。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火车，他们想从这儿经过去往对面的话，它必须得从我们的这个货运火车站站点当中去过，会不会有点影响效率啊？我们在旁边呢再为他们增加一条备用路线吧，比如说通过这个节点，然后向外拉伸一点点。哎，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嘛。然后左边也去连接一下。我们检查一下啊，
这火车刚变道，紧接着又要变道，倒是不影响。这铁轨的一旁，哇，直接连接着我们城市外部，所以这里是比较近的，他们不用再去我们的城区转圈了。另外一条线路呢，这里是一条隧道，检查一下啊，出了隧道以后，这个铁轨转上一个大半圆，然后呢分成2个分界线，一个去左边，一个去右边。还好这个是游戏自带的一条，如果说是我自己建的话，大家又会不理解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。我们这个地图现在人口终于14万了，旁边的这个高速路啊，这个车辆现在已经络绎不绝了，很好，距离我们堵车的愿望越来越接近了。